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白。哎呦，那2个星期没有见了，因为前2个星期我喉咙一直在痒，就是一直在咳嗽嘛，所以一直没有录节目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正好是中元节，那中元节大家都知道，都是扫墓啊、祭祖的一个时分嘛，对吧？那我想今天趁今天这一天呢，我抓紧时间把这一期节目录掉。那今天就不剪辑了，就这么干聊，好吧？说一下我知道的一些这习俗。因为扫墓上坟啊，在我们中国是有个很悠久的历史的。因为上坟其实就是祭拜祖先嘛，对吧？对已故亲人这种思念的一种表达方式。那其中就是清明节、中元节、寒衣节，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坟的一个时分。那上坟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，只不过呢，现在年轻的一代人呢，就是很少去注意到。但是其实啊，这些啊，对于我们来说是必须要注意的，因为否则的话，你去扫墓上坟，但是呢又触犯了祖先，那只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个运势，对吧？那么有人问我，中元节扫墓大概在什么时候扫？那实际上只要在中元节期间就可以了，前3后5，那看自己方便。当然了，那每个地方实际上都有每个地方的习俗嘛，对吧？我们实际上要尊重当地的习俗。还有一些地方呢，对待去世1年以内的这些亲人扫墓啊，和已经去世超过1年以上的亲人扫墓啊，实际上也是有差异的。那有一句话嘛，叫做一方土地啊，厚葬一方先人。那么扫墓的时间啊，这最好啊，就是在早上的5点到7点，就是卯时嘛。因为这个在古代历法中啊比较适宜。当然了，现在通常不会那么早起不来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就提醒朋友啊，就是最好啊在下午3点钟之前啊完成这个拜山的活动。因为阳气啊已经慢慢的消退了，阴气啊逐渐在增长。那你若是一个食欲很低的人，或者就是身体很虚的人，就很容易招惹到这些阿飘，对吧？被阿飘缠身啊，或者被好朋友缠身啊，或者骚扰，都不太好。那如果你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在这个时间去，对吧？那你就去搓搓额头和眉心，再搓搓头发啊，自己掸那个双肩的衣服。那下山的时候你注意啊，就不要回头去看，那避免呢邪气沾身。特别是那些体质比较弱的女性啊，就是和小孩啊，你到家进门前呢，如果你有条件的话，你可以踏一个火盆啊，再进到家里面去。那么清明、中元和寒衣，那么我们烧纸钱是让过世的亲人呢能过个好节。那这样的话，活着的人啊，运气就自然会变好，做事啊也会变顺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过世的亲人有了钱啊，就不会经常的缠着我们要钱。那虽然都是你的亲人啊或者长辈啊，但是他们毕竟还是鬼魂嘛，对吧？他们来找你啊或怎么样，带来的阴气啊对你并不好啊，阴气越足，那阳气就越低，对吧？所以说尽量不要让他们来找你，对吧？你把自己阳气啊越旺，自己运气就更好。那祖先因为是家族之根嘛，就像一棵树一样，树根不动，对吧？树枝啊你随便怎么摆，最终还是要停的。那树根要是动了，那树根连根拔起，那家族的大树啊就因此会衰败。所以说呢，根就是很重要的。你想，你与你同名同姓的有那么多，对吧？为什么就是你发财，对吧？别人好倒霉，对吧？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命运都不一样，对吧？实际上都是因为祖宗积德的保佑。那还有一些朋友说了啊，我人在外地，我没有回老家，我没有办法回老家，对吧？去祭祖或怎么样，那你只能是遥祭。但遥祭的话也要注意，你比方在这个十字路口，对吧？你朝着老家的方向画个圈，对吧？在圈里面烧纸钱，那准备好一些什么东西呢？的纸钱、香、蜡烛、水果。那水果最好是5种，等一下我和你说为什么啊。还有糕点。如果亲人啊去世3年以内的，你是用白蜡烛；那去世啊超过3年的，是用红蜡烛。那摆好了贡品啊，就开始焚香了嘛，啊，你把这5种水果都摆好，开始焚香，焚3根香。那第1根呢是请当地的城隍，那第2根呢是请当地的土地，那第3根呢是礼请你的祖先，让他们过来，对吧？来领钱，对吧？然后你开始烧了。那烧钱的时候也要注意啊，你恭恭敬敬一点，对吧？心里呢想的是祖先的恩德。你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把周围打扫干净，不要乱七八糟的、乱哄哄的，对吧？千万注意啊，你烧钱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拿棍子挑，要一张一张的烧。要烧一张纸呢，念一句啊，太乙救苦天尊，对吧？再点一下头，这就代表磕头了。那这样恭敬的心就有了，也效果是比较好的，这叫续火添香。那供奉水果的时候你也要注意，为什么祭祀的时候啊要供奉5种水果？我们古人就讲人需要是5福，我们经常说的是5福临门嘛，所以啊要供5种水果。切记啊，你要备点糕点，
因为水果是代表阴，糕点呢是代表阳。那我们祭祖啊是要讲究一点阴阳协调的，还有点蜡烛。那给祖先点蜡烛，实际上是给我们在点。蜡烛为灯，也是为阳。那点蜡烛之后呢，子孙的前途就一片光明。那需要注意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嘛，去世3年之前啊是白色的蜡烛，那去世3年之后呢是红色的蜡烛。那先后还要有敬，谁先上香，谁后上香，一定要符合礼仪啊。由长到幼，由男到女，这叫长幼有序。那敬完香之后呢，很多人不注意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叫进退有进。如果进退是很重要的，那进坟地的时候啊，就非常要肃静，你不要东张西望的，不是在逛街啊。我因为看到很多人东张西望，觉得墓地啊就像一个公园一样，这里拍张照片，那里拍照，哎呦那里风景很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去拍照片这样，不要这样子，你就看着祖先的墓，直直的走过去就可以了，不要去东张西望。那磕完头上完香之后呢，你起身，对吧？后退3步，转身再走，你不要一站起来，哗嚓一下子头一转就走了，那这个很不好的，很没礼貌的。起来对吧？后退3步，再转身再走，对吧？这是比较要注意。就是反正就这点，因为每个地方习俗都不一样嘛，我就说我知道的，好吧？然后你们可以说下你们那里的习俗是什么样，我也想听一下。这就这一期的老白道听途说，欢迎下次再来，我是老白，拜拜。